有缘人，你的缘分来了。大家都说天机不可泄露，但我今天要跟你透露个小秘密，金钱其实是一种能量的载体，它的流动会产生不同的能量场。在今天这部影片中，我会告诉你如何让金钱自己来找上你。俗话说，人追钱跑断腿，钱追人8条腿。如果你掌握了这些技巧，金钱就会从四面八方自动流向你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赚不到钱，存不住钱。其实金钱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是一种磁场的表现，而磁场的本质就是频率的振动。频率越高，磁场越强，也就越容易吸引金钱。所以金钱作为磁场是需要流动的，它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法则。每天给自己增加进账的势能，在留言区打上我会有更多的金钱，提升一下你的财富频率。我们都知道，金钱是现实生活中避不开的一部分。大多数人一辈子为了金钱辛苦劳碌，却常常达不到理想的财富状态。因此，很多人把痛苦归咎于贫穷。我们常常感觉越渴望赚钱，却越难如愿。但有时候无心的举动反而带来意外的收获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金钱跟水很像，它们的本质都贴近世界的本源。水无形无相，无论流到哪里都能融入其中，滋养万物。水会流向最干涸的地方，滋养草木，达到无我的境界。金钱也是这样，具备以下3种特性。1. 流动性。金钱像流水一样，从一处流向另一处，从一人之手转到另一人之手。金钱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主人，只有在流动中，金钱才有价值。静止的金钱和停滞的水一样，毫无意义。2. 利他性。水滋养生命，金钱则承载着帮助他人的使命。它流向真正需要它的人，总能被那些懂它、需要它的人找到。3. 创造性。水孕育万物，金钱也能创造万物。高楼大厦、科技成就，这些有形的东西都是金钱的杰作。同时，金钱也能创造无形的东西，比如幸福、快乐、满足，也包括算计、痛苦、争斗、毁灭。掌握金钱的这3个特性，赚钱就会变得轻而易举。然而，真正能领悟这个道理的人不多。挑水虽然辛苦，所得有限，更高效的方法是让水自然流向你。挑水再怎么卖力，收获还是有限，更高效的方法是让水自己流过来。金钱也是一样，它不是赚来的，而是当你替别人解决问题后，自然得到的回报。你帮助越多人，就有越多人愿意付你钱，你能解决越大的问题，就能获得越多的财富。那些只关心自己，一心只想赚钱的人，往往难以成功，因为他们只看见钱，却没想过如何替别人创造价值。这就像挑水的人只看见水，却没思考如何让水自己流过来。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金钱是一种能量的载体，它的流动会产生不同的能量场。
而能量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。当你处于能量低谷时，特别要注意，因为外界的诱惑很可能会以物质形式出现，像是疯狂消费、奢华服饰、美食等等。这些东西会构建出一个虚假的能量场，让你陷入其中。一旦进入这个漩涡，你就会需要不断的消费，甚至越来越大手笔，因为小刺激已经无法让你快乐，兴奋的阈值被拉高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反而不如从前快乐的原因之一。当一个人处于能量低潮时，所需要的不是提升能量，而是休息。万物有其时，春去秋来，太阳也会下山，车子开久了需要保养，人生也是一样。能量低的时候，就是提醒你该保养自己了。这代表心灵出了点问题，无法再从内心输出能量。这时你需要静下心来，调养心灵，清理心中的杂念。因为你的心态会决定你如何处理金钱。当你只关注账户上的数字，它就很容易左右你的情绪。你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财富的多寡，而是你如何看待金钱，如何对待自己。只有当你提升自身的能量状态，你才能吸引到更高能量的财富。你对金钱的理解将决定金钱如何与你相遇。与金钱相处就是与自己相处，只有真正理解自己，才能领悟财富的真谛。你的心态将决定金钱的流向。诚心的提升内在能量，你就能成为掌控生活的舵手。那么，你知道你的财富是如何透过内在的意识能量显化的吗？把这个底层逻辑搞清楚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更快、更稳地累积财富。我可能是全网第一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说透的人。接下来的影片稍微长一些，但绝对能让你一生受益，请放下手边的事，专心听好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三维的世界里，这个世界有各种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、大自然的资源。我们的认知也是在这三维世界中形成的，所以当生活中出现问题时，我们习惯用这些既有的认知来解决。就像蚂蚁生活在二维世界，它要爬上一个台阶，得花很长时间和很大力气，而三维世界中的人类只需轻轻地把它放到台阶上就完成了。这说明了高维度的智慧可以轻松解决低维度的问题。同样的，当你在三维世界里努力挣扎着赚取财富时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如果你能把自己的维度拔高到四维世界，就会发现一切变得简单了。那么，四维世界到底是什么呢？四维世界其实是一个由正弦能量波构成的微观世界，而三维世界中的一切，包含财富，都是四维世界的能量波同频共振、干涉成像而形成的。佛陀是人类中最早看透这个真相的人，所以他说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意思是三维世界的物质本来就是空的，只有能量波在其中共振，形成物质。一旦这些物质消失，就会变成空的能量波。也就是说，财富的本质其实是能量波共振而显化出来的。那么，这些财富的能量波从哪来的呢？一部分来自你的内在意识，一部分来自外部的空间。
当内外两种能量波相遇并干涉成像时，财富就显化了。所以，现在的问题在于，你必须在自己的内在意识中产生关于财富的能量波，且这个能量波必须强大而持久。当你把它释放出去，它会自动去匹配外界相同的能量波，进而显化为具体的财富。但有一点很重要，人只能显化出自己内在已经拥有的东西，无法显化出不存在的。所以，我们要给自己的意识植入正确的思维和习惯，让内在的能量持续增长。你要知道，你本来就是具足的，也就是说，你本来什么都有，包括财富。你的大脑可以瞬间生成任何东西的能量波和基本粒子，这些本来就存在于你内心深处。所以，不需要向外索取财富，你唯一需要的是不断的付出和奉献。慷慨、爱心、给予、利他，这些才是你能够释放出的最强大能量波。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念头，都是培养你财富能量波的机会。然而，大多数人都活在三维世界的认知里，认为只有抓取才能得到。事实上，只有无条件的付出、给予、奉献，释放出相同频率的能量波，才能显化出财富。只有少数人看透了这个真相，不再被表象迷惑，所以他们创造了奇迹。如果你能长期专注于培养你的财富能量波，它会自动在外部空间中找到匹配的能量，进而显化为财富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真正白手起家、靠打拼成功的有钱人，都是长年累月的聚焦于自己的财富能量波，他们的财富意识和能量状态始终在线，专注而强大。记住，要相信你内在已经具足，不增不减，相信你的外部空间也是空不异色。如果你能读懂以上这些话，那么在接下来的人生中，你会以一种神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行动、每一个人，尽量做到最好，因为它们构成了你的财富能量波的全部。所有外在的财富显化，其实都是你内在财富意识的投射。如果你的内在不够强大，内在的工程没有建设好，那么再好的外部条件或商业模式也无法让你成功。所以现在，请你做一件事，帮助自己增加财富的能量波，那就是给这个影片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，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。钱在哪里？其实钱在每个人的心里。钱是什么？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。当你健康，你就赚到了能量；当你快乐，你也赚到了能量；当你分享时，你也在赚取能量。这些能量里都蕴含着财富的密码。所以，去吸引那些让你感到舒适、让你充满生命力、让你有成就感的能量。账户里的钱只不过是一串数字，而欠债则是让你不舒服的情绪。真正的财富密码是内心的平静、喜悦与丰盈。当你带着这样的能量与人相处，用心做事，用爱成全别人，钱就会自然而然的到来。拥有稳定心态的人，不急不躁，不焦虑，总能赚到别人意想不到的钱，因为他们的能量频率是稳定的。
他们懂得平衡生活与工作，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不会被外界诱惑迷惑，也不会为了钱而迷失自己。这样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节奏，知道何时该暂停，何时该加速，何时该放弃，何时该坚持。这样稳定的磁场特别容易吸引好人、好事、好运，让他们的生活不断迎来正向的复利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内心稳定的人，他们的每个行动都会带来一种正向的增值效应？大多数人做事是 A 得到 B， 但对于内心稳定的人， A 会带来 B， 又会带来 C， 还会带来 D。 他们的能量是流动的，财富自然跟着流向他们。稳定的能量频率能带来无穷的复利。你自信，就吸引自信的能量；你快乐，就吸引快乐的能量；你健康，就吸引健康的能量；你富足，就吸引富足的能量。当一个人迎来财富爆发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平时积累的能量从来没有被浪费过。这些能量会流向那些你没注意到的地方，为你铺出一条充满福气的路，让你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幸福和满足。每一种正能量都携带着财富的密码。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钱不是靠辛苦赚来的，而是你的正能量为你吸引来的。有人看重你的善良，有人看重你的慈悲，有人看重你的自信，还有人看重你的快乐。而这些正能量还能不断复利，让你的财富越来越多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财富似乎在躲着我们，其实财富躲的不是你，而是你身上的负能量，比如抱怨、焦虑、恐惧、怀疑，这些东西像黑洞一样吸走你的能量，让你的能量无法自由流动。你得明白，不是赚到了钱你才开心，而是当你开心、乐观、积极时，财富才会来到你的生活里。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努力了就好，抓不住的就放下。先清扫一下那些负面的情绪，让心灵变得干干净净。当心里没有杂念，没有情绪消耗时，你的精力才会集中在你真正想做的事上。这时候，你的魅力和吸引力才会显现出来。就像一块磁铁，当它被泥巴包裹住时，看起来只是一块泥，只有把泥土清理干净，它才能吸引另一块磁铁。所以当你心里乱糟糟的时候，不要急着做事或做决定，先找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，把你的能量频率调整到正向状态再说。有个故事告诉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。从前有两位樵夫，阿德和阿才，他们上山去砍柴。阿德想着，如果能多砍一捆柴，就能多赚一些钱，所以决定早睡，明天一早起来多砍一些。而阿才则选择用时间磨刀，并且决定第二天也带上磨刀石。第二天，阿德比阿才早到了山上，马不停蹄地开始砍柴。阿才来得稍晚，但因为刀锋锐利，很快就追上了阿德。中午时，阿才停下来磨刀，并提议休息一下，顺便摘些野山楂回家。阿德拒绝了，他想利用阿才休息的时间多砍一捆柴。傍晚，阿德总共砍了6捆柴，而阿才却砍了9捆，还带回了哄孩子开心的野山楂。阿德不解，
为什么自己那么拼命，却砍得比阿才少？阿才微笑着说，砍柴除了技术和力气，更重要的是斧头的锋利。我经常磨刀，所以事半功倍，而你虽然很努力，但刀钝了，效果自然不好。这个故事其实隐喻着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道理，如果我们不时常关注内心和情绪，它们会变得钝化，让我们难以察觉生活中的美好和机会。很多人其实拥有丰盛的潜力，却因为匮乏感，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缺少，反而过得穷困潦倒，陷入焦虑和抑郁之中。匮乏感是一种让人觉得无助和无力的情绪，让人总觉得生活不顺心。这种感觉常常源于内心深处的不满足，总是觉得缺少某些东西，缺钱、缺能力、缺机会、缺理解，甚至缺少家人的支持。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，把我们困在低迷的生活状态中，让我们难以突破现状。匮乏感不仅影响心情，也会影响健康，让人感到气虚、手脚冰冷，容易疲劳。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情也频频发生，让人更加消沉。当你觉得什么都不如意时，往往是内心的匮乏感在作祟，这些负面能量在身体内外扩散，甚至影响你所吸引到的现实环境。其实，人的情绪和欲望就像一种能量，带有振频和信息倾向。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负面能量，这些基本粒子不仅会在体内扩散，甚至还会吸引更多的负面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。所以，要走出匮乏的束缚，就得先学会观察自己的内心，管理情绪，清理掉那些无益的念头。当你开始注重内心的成长，让自己的能量变得更加正向，生活也会随之改变。当你把内心打磨得明亮纯净，就像磨砺了的刀锋一样，你将会发现更多生活中的美好与机会，不再被匮乏所困扰，走向丰盛的人生。那么，匮乏感究竟从何而来呢？其实，它的根源来自我们的大脑。远古时期，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，大脑为了保护我们，会将任何细微的风险都视为威胁。这种保护机制经过演化，延续到现代。大脑天生喜欢分析、评判、贴标签，不仅对外界如此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它会给我们贴上没钱、没能力、没人爱、没机会等负面的标签。这些标签一旦贴上，就像紧箍咒般限制住我们，让我们被匮乏的思维所束缚，迷失了真正的自己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你是完整而富足的，拥有无穷的力量、智慧和潜能，内心充满爱与快乐。这才是佛家所谓的自性，儒家追求的圣心，道家所说的元神，王阳明所倡导的良知。匮乏感会形成一条负面的因果链，让我们陷入生活的各种困境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匮乏感使我们要么选择颓废，要么疯狂地向外索取来填补这种匮乏，但这样的索取往往让我们更疲惫，甚至无法真正获得满足。真正的富足并不是靠索取，
而是通过不断付出与布施来增添自己的福报。然而，由于你内心认为自己匮乏，自然不会愿意付出和布施，就像乞丐无法施舍一样。因此，你的福报自然不会累积太多。这样的思维模式让你的人生始终在低水平的棋局中徘徊。你的事业、财富、亲密关系，甚至幸福感都被这种匮乏感限制住了。其实，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缺，本可以以富足的心态去分享爱、能量、快乐与智慧，从而收获他人的爱与财富，过上丰盛快乐的生活。可惜的是，这一切都因为匮乏感被抹杀了，让我们陷入一种颠倒的梦想中。或许你会好奇，摆脱匮乏感的人，他们的生命会呈现出怎样的宏大气象？我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一位穷小子毕业于农业机械专业，找不到工作，却通过智慧与逆向思维，创造了年入100万的奇迹。他并非依赖单纯的技术，而是凭借真诚的态度，设计周密的商业计划，并与摄影技术出色的同学合伙创业。通过不断参加各种培训班，接触到大量优质客户，他运用免费拍摄形象照的策略，建立了广泛的客户关系，最终一步步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。假如这位小伙内心充满匮乏感，他绝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。他的成功正是富足思维的展现。记住这句忠告，不论你正经历什么状况，都要清楚地认识到你本来就是富足的，富足到足以让每一个你接触的人都变得更好。匮乏感只是大脑制造的思维幻象，一旦摆脱这种束缚，你会拥有智慧、富足、快乐与圆满。匮乏感是人贫穷的根源。我从未见过一位内心真正富足、长期布施奉献的人会被金钱所困。所以，当你内心富足，并愿意分享你的富足，生活自然也会变得富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在评论区留言一句，我会有更多的金钱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